SpaceX 的星舰和超级重型终于合体了。8月6号一早，随着一台巨型吊机将第20号星舰扣在了第4号超级重型助推器的顶上，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枚火箭诞生了。它比当年那个巨无霸的土星5号呢还要高出了10米，虽然它只维持了1个多小时。这次组合测试非常的短暂啊，应该只是在验证上下两级之间的受力情况和连接部件，以及发射平台的支撑性能等等。所以你看啊，这密密麻麻的装在超级重型助推器底部的29台猛禽发动机里面呢，还有好几台的喷嘴是白白净净的，它们都还没有经过测试呢，装上去纯粹就是为了压秤用的。另外，你再看星舰上面，是不是有些斑秃的感觉啊？那是因为用来覆盖在它表面的黑色隔热瓦呢，还没有完全贴完呢。不对啊，是装完，因为在航天飞机上才是贴的。说到这个，我突然就意识到一个问题了。星舰的目标是要能够实现快速的重复使用，大概就跟一架商业航班一样啊，在降落后呢，稍作准备就能再飞的程度了。而就我所知啊，同样使用了隔热瓦的航天飞机，在每次降落之后呢，可都是要花上数月的时间来检查和更换这些隔热瓦的。而且即便是这样呢，还是出现了因为隔热瓦的原因而引发的严重事故。那么体积比航天飞机大得多，隔热瓦也要比航天飞机用的更多的星舰，又有怎样的理由相信自己不会重蹈覆辙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它俩的区别。本来啊，之前是有传闻说星舰上才不用什么隔热瓦，也不用什么像返回舱那样的烧蚀材料覆盖在表面的，而是把不锈钢的外壳做成2层中空的，然后在其中注入液态的甲烷冷却剂，让它顺着表面大量的毛细孔渗出蒸发，在带走热量的同时形成一个冷却层，从而起到隔绝星舰与高温等离子体的作用的，俗称发汗冷却。尽管这个非常符合 SpaceX 的一贯科幻气质，但显然是成本太高了啊！所以如你所见，它还是回归了最传统的隔热瓦套路。但其实，在航天飞机上，隔热瓦很贵呀。什么贵呢？人工贵啊！它通常每次都要花5个月、75万个工作小时来处理这些被烧过的隔热瓦。是 NASA 的工作人员在磨洋工吗？还真不是啊。原因很简单，航天飞机的形状不规则呀。为了保证能够以飞机的状态滑翔着陆呢，航天飞机在外形上做出了很多的妥协。比如那对小翅膀，其实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面一点用都没有，但是为了最后的滑翔，它也必须要从一开始就插在那儿了。比如平滑的机腹，它实际上在高超音速下呢，并不是一个最优的隔热罩形状，会造成中间和边缘的温度分布不均匀。但是为了最后要滑在跑道上嘛，也必须要这样做。所以啊，这就带来了它复杂的外形和多达8种不同材料的使用了。它们一排列组合呢，就变成上千种了。基本上，航天飞机上的每一块隔热瓦都有着自己的独立编号，都需要安装在特定的位置，是很少能够相互替换的。这就带来了极大的维修难度和极高的维修成本，同时也让在轨维修变得几乎就不可能了。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我讲的哥伦比亚号灾难的这个视频啊，就能够体会到不能在轨维修有多么的绝望了。好，那么同样的情况在星舰上呢？就好多了啊！首先，它是一个圆筒，形状非常简单，所以对覆盖表面的隔热瓦的形状就没有那么多的要求了。也就是在鼻子那儿呢，稍微复杂一点点而已。基本上只要有几种不同形状的隔热瓦就能够完成任务了。而且跟航天飞机上大量用到的矩形、平行四边形的隔热瓦不同啊，星舰上用的最多的是6边形的。这有什么依据吗？有的，你看每块6边形的隔热瓦之间是留有缝隙的。它们是为了给受热膨胀提供余量，但这样的缝隙势必也会让高温渗入其中嘛。而使用6边形就能够把留给高温的路径变得蜿蜒曲折起来，让它们在其中走不了多远就消耗殆尽了，不像走直线渗得更远嘛。另外呢，统一的规格也带来了高效的安装。航天飞机上的隔热瓦是人工一片片粘上去的，粘16个小时，干再等16个小时，这就干掉了32个小时了。要是换作不那么熟练的工人，还要再另说。而星舰上的隔热瓦则是批量给挂上去的，因为在星舰表面啊，机器人已经提前焊上了这些安装销，你只需要把隔热瓦背面的孔跟它对齐插进去，它们就自己锁住了，非常方便。
同时啊，还有附加的好处呢，因为是互锁而不是粘死，所以它还有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当表面受热变形之后呢，更不容易被击碎。当然，不锈钢的新建外壳呢，本身就比铝合金的航天飞机外壳有着更小的膨胀率，同时不锈钢还比铝合金耐热的多啊。前者在800度下仍然有着很高的结构强度，而后者到了150度就有点扛不住了。此处为航天飞机上的隔热瓦心疼1秒钟啊！不仅如此，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帮着新建呢，它跟空气动力学有关。我们都知道啊，当物体超音速运动时呢，会产生激波，尖头的物体会产生斜激波，带来相对较小的阻力；钝头的物体呢，会产生弓形激波，带来较大的阻力。而不管是航天飞机还是星舰，在它们载入大气层的时候呢，都会达到音速的几十倍，所以激波在所难免。而相反，它们还会利用弓形激波的大阻力来帮助自己减速呢。不过代价嘛，就是高温了啊！虽然都会产生高温，但是高温离自己的远近还是有可能有着很大的差别哦。因为弓形激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脱体激波。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当超音速气流撞上一个钝头的东西之后呢，它无法快速的排到两边去，于是就在继续冲过来的气流和钝头之间呢，暂时形成了一个气垫。这个气垫把激波往外推了一点点，脱离了钝头的表面，所以就叫做脱体激波。同时被它推开的还有高温等离子体了。星舰比航天飞机粗得多，所以也钝得多，产生的钝体激波自然也能拖得更多了，所以高温也就被推得更远了。你看，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啊，星舰比起航天飞机，既能更高效地利用隔热瓦，自身的不锈钢也更能扛，还有脱体的激波前来帮忙，干嘛还非要不走寻常路，搞什么发汗冷却呢？传统的隔热瓦就是最好的选择了。我们期待它早日实际飞行啊！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好，现在是2020年的11月23号的晚上11点半，再过几个小时呢，嫦娥5号就会在文昌的火箭发射基地发射了。过一会儿我也会直接到火箭发射的现场，然后去直击这次嫦娥5号发射的任务的震撼。因为这次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非常特别的一个任务。好，我们待会儿就出发。4、3、2、1，点火！来了来了！哇！哦！天啊！哇！太震撼了！哇！哇！本来我还指望去火箭发射现场看火箭发射，能够说一些比较高级的词汇，结果没想到还是哇哇哦！好吧，希望下次我在看火箭的时候呢，能够比这次有更好的表现。好了，我要去睡觉了。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来聊一聊这次嫦娥5号的任务有什么样的特点和看点呢？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嫦娥5号之前的1号、2号、3号、4号都干了些什么。嫦娥1号2007年11月24日发射升空，是一颗月球探测卫星，它帮我们绘制出了月球表面的3维立体影像，分析出了月球表面的有用元素及物质类型的含量与分布，评估了氦三，也就是可控核聚变中极为重要的核燃料之一，在月球上的储量等等。嫦娥2号基本上算是对嫦娥1号的升级，也是一枚绕月卫星。2010年的10月1日发射，进一步的获取了更清晰、更详细的月球表面影像的数据，并对嫦娥3号将要着陆的区域呢进行了高精度的成像，算是铺好了垫脚石。接下来嫦娥3号2013年的12月2日发射升空，这次就不只是绕一绕这么简单了，而是要软着陆在月球的表面，并且从着陆器上释放出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的玉兔号月球车，也就是巡视器。它开启了我们国家第一次对月球表面接触式的全方位的科学观测。然后嫦娥4号带着玉兔2号一起完成了人类首次在月背的登陆。好了，那么到了嫦娥5号任务会怎么升级呢？这次我们不仅要绕要降，最重要的是还要回，就是说把着陆器放到月球表面，在它执行完任务之后再点火起飞，重新飞回到地球上来。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想起什么？是不是很像上个世纪美苏太空竞赛那会儿 NASA 大名鼎鼎的阿波罗计划？只不过呢是无人版的。
所以可见啊，这次咱们的嫦娥5号任务真的是非常艰巨，而探测器本身的研制难度也非常之大，可以被称为是我国最复杂的航天探测器了。咱们来看看它的结构啊，从上到下分别是上升器、着陆器、返回器和轨道器。到了月球轨道，他们会这样操作：返回器和轨道器留在月球轨道上继续绕月运行，着陆器带着上升器一起跟着前2个说声拜拜之后呢，便开始朝月球的表面落下去了。等它们软着陆到了月球表面，会自动展开一系列挖洞、钻探、采集与封装土壤样品的操作。完成之后呢，着陆器留下，上升器点火，带着样品一起飞到月球轨道，同返回器和轨道器对接，然后它们3个就会一同携手回到老家地球了吗？非也，上升器其实就是一位非常有牺牲精神的月球快递小哥，在把装着宝贵的月壤样品的包裹小心翼翼地转移到返回器里面之后呢，他就跟这2个要回老家的兄弟脱离告别了。背着兄弟们舍身取义才换回来的土壤，轨道器和返回器调整好姿态，一抹眼泪点火启动，朝地球飞了回来。要知道，它可是从月球飞回来的呀，速度相当之快。重入大气层的时候，还处在每秒11公里多的第2宇宙速度。这样的速度会产生极高的温度，恐怕对大哥、2哥交到手上的包裹不利呀。于是返回器将轨道器甩开，采用打水漂似的一跳一跳的方式呢，让自己减速，最终安全的降落回地球表面。你瞧瞧，这里面有多少个细节，而每一个细节都容不得一丝的差错，真是太难了。那为什么这么难，我们还非要去取点土壤回来呢？因为它就像是缩小版的月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大量有关月球、有关地球、有关太阳系，甚至有关宇宙的信息。整个月球你是没办法把它搬回来的，但月球土壤嘛，够一够还是能够够到的。阿波罗计划让美国拿到了382公斤的月球土壤，月球计划让苏联拿到了326克的月球土壤。来看看人类通过它们都做了哪些事情，咱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再难我们也要上去抓把土了。首先就是揭开了月球的神秘面纱，来自月球的土壤彻底改变了我们对月球表面性质、月球起源以及太阳系演化3大问题的认识。例如，行星化学家分析了月球样本中的同位素组成，发现这些岩石大多比地球岩石更为古老，年龄多在30亿到45亿之间，甚至阿波罗计划带回来的最古老的月岩形成于45亿年前，比最古老的地球岩石还要早2亿年。这些发现使我们对月球有了初步的了解。其次，这些土壤还确立了现代行星科学。为什么呢？因为对月壤的研究不仅涉及到月球本身，而且还包含太阳系空间物质和能量的重要信息，其中包括太阳系早期演化的历史记录、月岩和月壤的宇宙线暴露与辐射历史、月球中挥发分的脱气历史、太阳风的组成、太阳表层的成分特征、小天体和微陨石撞击月球的历史记录，进而推断出地球遭受小天体撞击的历史。通过对月壤的研究，可以了解月壳岩石圈的组成和分布特征，对研究月球乃至地月系的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第3个意义呢，就跟开发月球资源有关了，比如氦三。研究月球样品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发现了其中含有的氦三。氦三是世界公认的高效、清洁、安全的核聚变发电燃料。据计算100吨氦三所能够创造的能源，相当于全世界1年消耗的能源的总量。氦三在地球上的蕴藏量极少，全球已知且容易取得的只有500千克左右。而早期探测结果表明，月球浅层的氦三含量多达上百万吨，足够解决人类的能源之忧。当然，研究月球土壤的好处还有很多，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不过呢，这已经有足够的理由和动力该去月球挖土了吧？你好，月球，咱们来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咱们一起围观嫦娥挖土。另外大家如果还有别的一些关于本次嫦娥5号任务想要了解的知识都可以留言来告诉我，咱们可以再出一集扩展包嘛。高能辐射会让你神志不清、大脑短路，但对一台电脑而言，有必要担心这样的辐射吗？有的，在高能粒子的轰击下，微处理器会冒出各种各样的毛病，比方说氧化层电荷陷阱、漏电流增加、双极晶体管的增益衰减、电路节点的逻辑状态翻转等等。完全听不懂是吧？我也差不多。不过呢，这无关紧要，你只需要记住，原来终结者的大脑也跟我们一样怕辐射。
于是啊，这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宇宙中充满了高能辐射，我们是如何做到放心的让一架靠电脑自动驾驶的火箭将卫星、空间站，甚至我们自己送到太空的呢？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看看航天级的 CPU 究竟跟你用来上网课的 CPU 有什么样的区别。另外呢，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啊 ，SpaceX 又是怎么另辟蹊径的？为了帮助你理解刚才那些拗口的术语背后可能会引起怎样的严重灾难，我来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电脑里面是用二进制来工作的，所有的数据在它面前都是以00001来呈现的。当高能粒子击中 CPU 之后呢，可能会造成的一种情况就是电路节点的逻辑状态翻转。把它说简单一点啊，就是原来某个位置上可能明明是1，但装完之后就变成0了，原本的状态也就因此而翻转了。这将带来怎样的后果呢？如果我们让 CPU 来做一道10+10的简单加法的话，写成二进制就是1010加1010等于10100。答案不偏不倚，就是10进制的20。但我们假设这个时候突然一个阿尔法粒子蹦出来，把其中一个加数中的0撞成了1，于是我们得到的结果就变成了11000，等于10进制的24了。10+10等于24，估计你拿给幼儿园的孩子看，他都会在上面画一个大大的叉叉。把这种结果输入到火箭的飞控系统里面，你就等着它放烟花给你看吧。1996年阿利亚纳5号火箭首飞时，就是因为软件系统错误的将一个64位的数字放进了一个16位的地址里面，从而导致原本的数字被裁成了几节，并变成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数值。于是火箭认为自己飞错了方向，突然改变姿态，想要重新调整过来，但由于空气应力过大，直接就炸开了花。所以看起来航天 CPU 怎么保护都不为过啊。那是不是只要在普通的 CPU 外面加上厚厚的铅板就可以了呢？没那么简单，它们完全就是两个世界里面的东西。应用在航天芯片上面的技术呢，叫做抗辐射加固技术。它说起来相当复杂，需要从材料设计、系统设计、结构设计、电路设计、器件设计、封装设计、软件设计等多方面入手来进行。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展开来说了，就说说现在最先进的抗辐射加固芯片是什么样的，然后再看看我们国家自己的产品到了哪个阶段吧。实际上，当你早就用上了4核甚至是8核的 CPU 之后呢，人类发射上天的最先进的卫星和探测器上依然还停留在使用单核的年代。当然，据说多核也出现了啊，但估计是太新，还很难查到数据。比如说好奇号火星探测车上面的大脑呢，就是一颗每秒只能运行2.6亿次指令集的 RAD750 CPU 了，它堪称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抗辐射加固 CPU 了。每秒钟运行2.6亿次指令集，换成术语说就是260 Mbps， 听起来好像快得不像话。但你知道吗？1996年发布的英特尔高能奔腾处理器的运算速度就已经能够碾压它了，而且啊，它其实也没有比更古董的486快上多少。或许在座的你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我刚才说的这2款 CPU。虽然速度菜到只能够玩扫雷，但价格却高到能在1线城市买套房。这种巨大的反差，恰恰是工程师们为了换取安全性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好在通常现在的火箭和卫星也没有太多花哨的操作，只要忠实的把工程师写进去的代码执行好就可以了，好歹也是够用的。但你知道啊，这种美国最先进的航天芯片可是并不会卖给我们的呀，它能够提供的是速度最多只有之前那个1/3多一点的艾特梅尔 AT697， 价格也要好几上百万一片。那我们怎么办？自己研发呗。早期我们会仿造一些国外的先进芯片，用在遥感和气象卫星上。慢慢的，我们会基于开源代码来修改设计自己的芯片，然后把它装到玉兔上，性能跟欧洲的产品已经不相上下。现在我们自主设计的宇航级 CPU， 比如龙芯 1E 和 EF， 运算速度已经比较接近装到好奇号上的那片了，但价格却只要几万块。未来我们势必还会在这条路上获得不断的突破，目标直指打破西方的垄断。好了，以上就是航天级芯片的抗辐射设计了，但只有这条路吗？我一开始就说了啊 ，SpaceX 显然就没有走这条路嘛，是因为这样加固后的芯片太贵，超出了 Elon Musk 的成本预算，还是他嫌这么慢的 CPU 无法带动龙飞船上的触摸屏呢？大概都有吧。总之呢，他使用的是普通的民用 CPU， 然后靠算法和架构取胜。我们之前讲过，冗余设计的思路是怎么贯穿 SpaceX 的火箭和飞船的，比如那些多出来为了预防万一的引擎。同样，在处理器的设置上 ，SpaceX 使用的也是冗余设计。针对每一个系统，工程师都用到了3颗多核 CPU， 但每颗 CPU 的每个核心同时只做一个运算，然后将运算结果拿出来比对，如果一致则向下执行，如果某一个因为可能是辐射的原因而与其他几个的结果不同的话，那么这颗 CPU 会立刻重启，然后再做一次运算，直到交叉验证结果完全一致，再往下走。最牛的是，哪怕3个 CPU 都遭到了辐射的袭击，SpaceX 的系统都
还是可以把它给纠正过来。难怪人家敢往火箭垂直回收啊！便宜的 CPU 就意味着工程师敢大把的把它们往火箭里面放。猎鹰9号每台发动机配了3颗 CPU，9台就是27颗，再加上飞行控制的3颗，一共是30颗 CPU 在里面。龙飞船呢，飞控系统有3颗 CPU， 其余18个系统又是每人分得3颗，加起来就一共达到了54颗 CPU 的水平。如今的载人龙飞船只会更多，所以你看，得亏埃隆·马斯克没有掏钱去买抗辐射的加固 CPU 啊，否则他怎么炸得起那么多火箭呢？当然 SpaceX 用的这个方法呢，也并不是非主流，它其实叫做耐辐射设计 ，NASA 自己也在用。好处除了更便宜以外呢，也能更方便的找到为火箭写代码的优秀程序员，毕竟会 C++ 的高手还是很多的嘛。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想到我那3年前配的电脑都要比月球车上的快，我的钱包无比踏实。我是火箭叔，关注我，下期更精彩。如果你觉得矿山卡车就是车中巨无霸的话，那么错了。真正的巨无霸此刻呢正在南极大陆，可惜他失联了。准确说是咱忘记把它埋哪边了。所以怎么回事？这个巨无霸又是谁呢？今天就给你讲讲这个有趣的故事啊。故事的主角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车中巨无霸，叫做南极雪地巡洋舰。你先来感受一下它的尺寸啊，长17米，宽6.1米，最高接近5米，光是轮胎的直径就有3米了。内部空间巨大，厨间、工作间、休息间、驾驶室一应俱全，储备的物资呢，足够让一小队探险成员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面生存长达1年之久。而且这还没完啊，在它平坦的车身顶部，居然还携带着一架双翼机，再一次把探索的极限向外扩展。就问你，它算不算是一个极地探险家的终极座驾吧？而且这个座驾不是2020年的座驾，也不是2000年的座驾，甚至还不是1980年的座驾，它是1939年的座驾。83年以前拥有这个玩意儿去南极，不就该跟个玩似的吗？设计它的托马斯·保尔特博士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之所以要设计出这么个玩意儿呢，也的确就是希望自己的下一次南极冒险能够跟玩儿一样。1934年，在作为著名南极探险家理查德·伯德的助手第一次登上南极大陆之后，保尔特经历了一次记忆深刻的意外事故。当时，上司伯德独自外出前往距离大本营有几个小时车程的一座气象站，开展一些观测活动。按照计划，他们之间应该是随时保持无线电沟通的。但是几天之后呢，大本营里面的保尔特突然怎么都联系不上伯德了。这很反常，因为伯德清楚的知道保持联系的重要性嘛，除非他遇到意外了。博尔特就非常着急啊，赶紧就组织了另外2名队员连夜踏上了前往气象站的路途。可是黑暗、大雪、冰冻，再加上他们唯一拥有的极不靠谱的一辆履带车的突发故障，使他们2次冲出去，又2次被迫撤了回来。好不容易啊，才在最后摸爬滚打着到达了气象站，发现伯德已经一氧化碳中毒了。好在他们来的还不算太晚，伯德挺了下来，只不过想要恢复呢，还是非得要转移到专业的医院才行啊。可冰天雪地的南极哪有专业的医院啊？于是，在又等了2个多月，直到气象条件允许飞机进入后，伯德才最终被接了出去。大伙儿呢，终于也松口气了。这件事啊，让保尔特意识到，有一个可靠的能够在崎岖的雪地和断裂的冰缝之间穿行无碍的车辆，多么重要啊！如果他们当时就有的话，他和他的队员就不至于陷入到濒临死亡的绝境当中了。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再发生了。于是，当他回到美国，回到自己任教的装甲技术研究所时，他的心中呢，已经有了一个计划，他要设计一台可以在极端条件下运行的移动实验室出来。好吧，在纸上画画图呢，不算太难啊，难的是说服有人掏钱来买单啊。这个过程，保尔特足足用了2年时间，从1937年开始，到了1939年的春天，美国政府才最终决定在次年的第3次南极探险中使用保尔特设计的这辆雪地车。所以有钱好办事，这辆车绝对是最好的证明了。有了钱之后，为了赶时间，他只花了11周3个月不到，就从芝加哥南部的普尔曼公司里面下线点火了。当这个庞然大物出现在公众面前时，所有人的情绪都沸腾了，他们都觉得征服第7大陆非他莫属了。美国的旗帜终将盖过其他所有国家。他们这样想有错吗？没错啊，因为纸面上雪地巡洋舰的确非常厉害啊。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大以外，它还有以下这几样特殊的本领，咱们来罗列一下。一是它使用的是柴电混动模式，也就是跟如今的电力机车和大多数的矿山卡车一样的动力形式了。2台柴油机呢只管发电，然后将电力输送到位于每个轮胎里面的总共4个电机里面驱动车辆。
这样的好处是省下了安装传动机构的空间与重量，可以装下更多的物资了。二是它的4个轮胎都可以转向，于是就将转弯半径呢大大缩小了。再加上巨大的轮胎带来了极好的吸震效果，使其在冰冻路面上的机动能力得到了很好的保证。三是它每一个轮胎的悬挂都是独立可调的，最低的时候甚至可以完全缩回到车身里面，不仅可以让它像一只扑倒的企鹅一样，利用光滑的下腹部自己把自己推过裂开的冰缝，还能够在停放时用车身内的余温照顾到橡胶轮胎，不至于让它被冻坏掉。四是车身内的温度怎么来呢？利用发动机的冷却剂嘛，让冷却剂在发动机与车身内的复杂管线里面循环流动，就既能够帮发动机降温，又能够给车内添温了。外面再极端，里面是春天啊，厉不厉害吧？可不过所有人都忽略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实践了。造它的地方是芝加哥温暖的夏天，可用它的地方是平均冰点以下25度的南极。但你猜他们一开始模拟试验了没？没有啊！雪地巡洋舰的第一次踏雪就真的是在南极啊，而它一踏上去，所有人的心里面只有一个词：完蛋。为什么呢？你看它的轮胎光滑如镜，它是准备滑着走还是滚着走呢？抱歉，都不能走，一陷进雪里面就很难再出来了。你说怪了就这种事情普通人都能够想得出来，怎么专家就想不到呢？他们太自以为是了嘛，认为带了花纹的轮胎更容易积上雪，在结冰之后呢就更容易打滑，反倒是一开始就光滑的轮胎可能会运行得更好一些，因为它不怎么沾雪嘛。不沾雪在南极就意味着不沾地，不沾地那还怎么开？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往深一点想想呢？当然除了这个还有很多吐槽的，甚至在一开始从芝加哥开到波士顿港口的路上就快把问题给暴露完了。轮胎打滑不沾地，动力弱机开不快，一入沟河就得等3天，等等，连本来兴奋的吃瓜群众都有点懵了，问说，就这东西在南极它真的能开吗？专家硬绷着说它是为南极设计的嘛，所以在这儿遇到的所有的情况呢，都是在我们的预料当中的，大家放心，等到了南极它就猛如虎了。有南极虎吗？事实上他连登陆时所在的那块冰架都没有离开过。探险队在折腾了很久之后，最终决定躺平，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固定式的庇护所吧。什么要开到南极点的决心，咱不提了。事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稍微大了一点当然，他们此次的探险呢，原本也没有机会完成的。很快，2战打响，队员被召回，雪地巡洋舰也被迫留在了原地。这一留就是永远。人们最近一次找到它呢，还是在1958年，那之后它就再也没有现过身了。不知道它会不会留到下一个主宰地球文明的出现呢？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又要坐高铁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高铁几乎全程都要在高架上面跑呢？为什么它就不能像普通列车那样把轨道直接铺设在地面上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从绿皮车坐到红皮车，再从红皮车坐到动车高铁的人而言直观的感受除了速度越来越快以外呢，就是这沿路的画风完全不一样了。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从成都坐火车去北京，还能拿着水枪打开窗户去滋铁轨旁边的人呢。现在呢，窗户自然是打不开了，铁轨旁边也是架在空中的高架了。水枪还能通过安检上高铁吗？有这样经历的朋友可以在弹幕里面打上1看看我也正好查到了一个资料，上个世纪90年代建成的京九铁路全程2000多公里，其中桥梁的长度却只有40来公里，占比只有2%。而到了2011年的京沪高铁开通的时候，正好就是我这趟坐的路线1300多公里长的线路当中，有1074公里是开在高架桥上的，占比达到了81.5%，增长了40多倍。而这40多倍的增长背后呢，其实是有着3大原因的，它们分别是行车安全、资源保护和成本控制。咱们一个个来说。先说行车安全，高铁的平稳运行速度在300公里左右，复兴号更是达到了350公里。这么快的速度，如果地面稍有不平，都会对行驶中的列车造成威胁的。而建在普通地面上的路基呢，天然就有着更大的沉降概率，更容易把咱们的铁轨变成上下起伏。但是如果架空在高架上就好多了。高铁的高架桥桩基是很深的，最深的能够达到60-70米。它不仅可以有效的减少沉降，还能够通过动态调控把沉降控制在规定的范围之内，给安全行车提供了基础的保障。然后呢，就是水平方向上的尽量笔直了。其实
高铁最想要的就是那种从 A 地到 B 地能够直接一条直线过去，中间不带一点弯的，这样它就能够全程保持在最高时速，不用考虑什么离心力、什么刹车距离、什么视线障碍之类可能会造成事故的因素了。我们坐在车里面的舒适性呢，也能上升到史无前例的最高点。虽然现在已经很好了，但是现实它毕竟不是想象啊。前进的路上总有绕不过去的障碍、爬不上去的坡，怎么办？那就架高了走呗。虽然也会转弯，也要爬坡，但是却可以相对容易的把它们控制在一个较为严格的标准之上。比方说，对于以350公里时速运行的高铁而言，实现转弯半径大于7000米、竖直曲线半径大于25000米、最大坡度小于35%的要求。这要不是架高架，哪里的地面能够满足如此变态的要求呢？好了，以上就是关于行车安全方面的原因，下面再说说资源保护。主要涉及到2点：耕地和生态。这是我在高铁上拍到的一些画面啊，可以看到，在铁路高架的下方，农田依然可以成片成片的连续展开，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要是把高架去掉，还能够这样吗？显然不能，对吧？一般来说呢，修建高架时对地面拆迁的宽度为18米，在修建完成之后呢，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还原和复耕。但是直接在地面修建的路基啊，则至少是40米起步的拆迁宽度，而且拆了就是拆了，完全就变成铁路的专用了。你想想看，在目前我国已有差不多可以绕赤道1圈的高铁运营的里程下面，如果大量采用地面路基，会让多少耕地消失呢？另一方面啊，高铁在建设中难免会穿过一些生态保护区，或者是国家保护动物的栖息地，以桥带路的方式就不会切断它们的迁徙路线，使保护区维持了整体的原貌，同时还可以避免人和动物在穿过铁路路线时呢发生危险。好了，修高架的最后一个好处就是成本控制了，这个好像有点反直觉啊。沿路打下无数的桩，浇起数不清的墩，吊起那么多的水泥块，成本不应该更高才对吗？怎么还会省钱呢？这个就要分成2个方面来说了，一个是传统的修路基并不便宜，另一个是建桥修高架呢，也并不如想象中的昂贵，尤其是当它变得更加标准化之后。如果是在地面修建高铁啊，就必须要先将地面挖开，再重新填充地基。在此过程当中呢，路基的每一处的形状、尺寸、压实程度、含水量、材料均一性、施工时的温度等等呢，都必须要做到严格的控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施工人员的素质、周边的地理条件，甚至是施工时的天气的影响，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成本自然也就拉高了很多。而建高架呢，基本上只要在野外的工地上按照标准流程建起桥墩就可以了，其他的东西比如桥梁都可以在工厂里面按照更加严格的标准来批量生产，不仅误差更低，效率还大增，成本自然也就可以得到严格的控制了。在这2者分头完成之后呢，剩下的工作就更简单了，交给机器就好了。它就是架桥机。这个玩意儿啊，可以像搭乐高那样，把工厂里面生产出来的大块零件自动的搭在2个桥墩之间，误差还很小，效率还很高，直接就把架桥变得比平地更容易了。好了，综合起来，高铁之所以走高架而非走地面，主要就是这3大块的原因了：行车安全、资源保护、成本控制。你知道了吗？当然这中间难免会有遗漏和错误的地方，欢迎大家来补充和指正。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坦克的油箱里面除了能够装油以外，还能装什么呢？还能装金条啊！今天我就要给大家讲一个这样军迷的励志故事了。55岁的英国人尼克米德呢，是一个资深的军迷，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收藏坦克了。不是这种模型坦克，是正儿八经能够真正在战场上驰骋的坦克了，或者说是曾经驰骋过的退役以后的坦克了。其实能够买到并收藏退役的坦克呢，已经够奇葩的了吧？但更奇葩的是，他的这些坦克大部分都是网购的。想象一下快递小哥给你送货时的样子啊，请问是给你放到快递柜呢，还是送上楼呢？不好意思啊，没有这么大的快递柜啊。数辆坦克这牛够吹一辈子了吧？迄今为止啊，尼克已经收藏了超过150辆坦克了，其数量之多呢，甚至已经超过一些国家的了。他当然也没有让他这些坦克买回来就闲着啊，而是放在了自己的公司，叫做 Tax a Lot。很多坦克的名下，你看这个名字起得有多妙啊！
用来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比方说你压力太大了吧，想体验一下开坦克碾汽车是什么感觉吗？那就来吧。比方说驾照考到顶了吧，想再升级一下，加个坦克驾照吗？那就来吧。还比方说拍电影缺道具是不是啊？那就来吧。所以如果你战争片看得够多的话，指不定就已经看到过属于尼克的坦克了。一句话总结就是这是一个奇葩的人，有一个奇葩的爱好，开着一个奇葩的公司，同时呢也能吸引到奇葩上门。这不更奇葩的事情马上就要来了。2017年的一天当尼克打开电脑准备逛逛某宝，不好意思是某贝的时候，突然就发现了一辆正在出售中的俄罗斯 T54坦克。他一下子就来劲了因为在他的脑子当中呢，早就已经有了一个想法，要让自己的客户体验到最纯正的俄罗斯坦克。对的这辆坦克总的生产量已经超过了10万辆，从1947年开始，直到1979年才停产，而且即便到了现在也还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呢继续服役几乎参与了每一场你能够叫得上名字的战争。想象一下，亲手开着它碾过一辆汽车，一定相当的解压吧。给了尼克这个机会的是一名叫做乔修斯的23岁小伙。鬼知道他是怎么得到这辆坦克的，但至少我们能知道他也是一个极其疯狂的战车迷，因为在他把 T54卖给尼克的同时呢，还搭上了自己的另外2辆装甲车，捆绑在一起，一共卖出了$42,000左右。他当时就一定觉得尼克这家伙真是个砍价的老手但要是知道后面会发生的事情的话，一定悔的肠子都会青的。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回到尼克那边收到坦克的尼克马上就开始了修复工作，他和助手们一边检查受损的零件的状况，一边更换腐蚀漏水的水箱，然后再搜索坦克里里外外的每一个边边角角，想尽一切办法要让这台老家伙呢彻底恢复状态。而与此同时他们也花了不少时间来研究这台坦克的历史，结果发现就很有意思了原来他曾经在萨达姆麾下的伊拉克军队服役，打满过持续8年的两伊战争，也入侵过科威特，洗劫了这里不少的财宝，才最后被英军俘获来到这个乡下的农场的。他们当时可能也仅仅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故事而已没有放在心上嘛。但是随着检查和修复工作的进行呢，他们就遇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了。有一些油箱呢无法工作，而且似乎是有人故意想让他们不工作一样，显然里面是应该放着一些不想被燃油污染掉的东西。于是他们就取出了第一个油箱，在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有可能会被炸飞的准备之后呢，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它撬了开来。果然里面是一箱的弹药。好吧，松了口气之后呢，他们决定继续探索。第2个油箱可就要重得多了，会是什么呢？有了前面的经验尼克的小团队都相信这里面应该藏着的是枪支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就可能会陷入到一场非法走私枪支的麻烦当中。为了自证清白他们想到了用摄像机来全程拍下打开的过程，留下证据，至少可能证明这些枪支并不是他们的嘛，而是他们新买的坦克附赠的而已。惊喜来的往往就是这么突然在把手伸进去摸了半天之后，尼克的助手抓到了一块沉甸甸的东西，拿出来一看，居然是一块还在发光的黄金。天哪，这还了得绝对的一场意外惊喜而且更惊喜的还在后面在把油箱翻了个底朝天之后呢，他们一共找出来5块黄金，每块重达5公斤，加起来的价值超过了200万美元，比他们支付的成本多了50倍。这跟中了头奖有啥区别吗？好，现在呢暂停一下如果换作是你的话，接下来你会怎么做呢？ A. 留下来，分掉之后再想办法把它们换成现金。 B. 无私上交。请选择并留下你的理由吧。至于尼克是怎么做的，又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明天来看吧。先关注我。所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代战争更是如此。但有的时候知彼它不容易对方的先进武器总是处在严密的防护之下，怎么搞到他的资料呢？去偷去抢吗？美国人说不一定咱还有一招。买。是的，1990年代，美国人就从自己的头号对手俄罗斯手上买到了一枚对自己威胁最大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回来，仔细的去测试宙斯盾战斗系统，以确保它对自己不再构成威胁。这个有点无语了吧？他们到底是朋友还是对手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奇葩的故事。首先你要知道反舰导弹有一招非常特殊，它叫做掠海飞行。简单说就是尽可能的贴近海面去飞。为什么要这样呢？主要是为了提高导弹的生存能力。原因有2。
一是由于地球表面的曲率和海面上雷达杂波的影响，掠海飞行的导弹呢会更晚才会出现在探测雷达的屏幕上。二是一旦被探测到，它也是以较小的暴露面积出现在防御火力的面前的，也就更不容易被拦截下来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它也有2个问题：一是由于贴得太近，控制不好的话，容易把自己提前给栽进水里面；二是高速气流有可能会引起水花飞溅，模糊了倒影头的视线，也就降低了它的工作效率嘛。怎么办呢？反舰导弹自有办法啊！携带着无线电高度计的它，居然能够自行的评估海况，然后决定要飞多高。它是这么做的啊：测量海浪的波长和波峰的高度，与储存在机体内的海况数据一对比呢，就能够知道海面的情况了。要是海况为0到2之间，也就是平静的海面的话，那就飞得近一点，通常也就是海面以上5米左右。要是海况为3到5，也就是波涛开始涌现的海面，那就飞得稍微高点，上升到20米左右。真的是相当智能啊！所以你的对手要是有一枚这样的导弹，你说你怕不怕嘛？而且就我们刚才说的那段贴近海面能够自行评估海况的掠海飞行，还是在超音速的情况下完成的，就不是怕，而是恐惧了。不巧，俄罗斯的 Kh-31A 呢，就是这样的一枚导弹了。其实它最初是在苏联时代就开始开发的。1970年代末期，苏联 ZS 公司呢揽下了一个活，它要开发一款高速的反辐射导弹，目标是追踪并摧毁当时西方刚刚流行起来的与防空系统相关的雷达，比如美国陆军的爱国者地对空导弹系统和美国海军的宙斯盾作战系统。到了1982年，第一枚 Kh-31呢已经准备好了，它成功试射，在满足要求后，最终在1988年正式服役，并在随后的1991年首次公开亮相了。此时呢，它已经有了衍生的版本了啊。Kh-31P 采用高空飞行，专门用来打雷达 ；Kh-31A 采用掠海模式，专门用来打舰艇。两者都是先使用火箭助推器把自己的速度提升到1.8马赫之后，再开启冲压发动机，以全程超音速的模式抵达目标。高空飞行的 Kh-31P 最高可以飞到3.5马赫的速度，而即便是贴着海面飞行的 Kh-31A 仍然可以达到2.5马赫的速度，优良的性能让它至今仍在使用。好，再说美国人，几乎同一时期，他们就已经在琢磨着怎么防这个玩意儿了。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要防就得要知彼才行。既然对方是一个超音速的反舰导弹，那我至少也要开发出一个类似的超音速反舰模拟导弹出来，才能够训练我的反导系统不会吃它的亏才行嘛。于是，一个叫做 SLAT 超音速低空目标的研发项目就在美国海军的要求下展开了。这个高速低空飞行的目标将成为测试宙斯盾战斗系统的关键工具。可是美国人怎么都模仿不出来。一开始他们准备拿一些退役的 RM-8 黄铜骑士舰空导弹来改装作为模拟目标，但是他们的性能实在是有些太拉垮了，作为模拟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讲呢都是不够格的。接着他们专门开发了一款叫做 YAQM-127A 的模拟目标，为了尽可能的接近假想敌的样子，它也是采用火箭加冲压发动机的组合作为推进系统，但是却问题重重啊！从1987年11月到1989年的1月，测试了6次，只成功了1次。在继续又硬撑着测试了2次，但均以失败告终之后呢，国会终于忍不住了，叫停了这个项目。于是这个时候海军就尴尬了，他拿什么来当假想敌呢？此时正好是1991年，而1991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苏联解体，俄罗斯严重缺钱。既然缺钱嘛，那就什么都能卖嘛，即使是国防产品也是可以商量的。美国人的眼睛都亮了，此时不少货何时才少货啊？像波音、麦道这样的航空公司呢，纷纷都冲到了俄罗斯，以最好的条件建立了自己的业务。其中当然就有给美国军方夹带的私货了。刚才我们说的那家研发了 Kh-31的 ZS 公司，此时呢也是穷到不行啊。于是麦道看准机会就下手了，游说他说：“哎呀，你看你手上握着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高价卖给我们呢？”不，别担心啊，我们不会拿它当武器的。你就把壳子和发动机卖给我们就行了，让我们一起为了人类的和平利用科技，好不好啊 ？ZS 一想，也对啊，我只要把导弹上的弹头和制导系统给拿掉，你拿回去好像也的确干不了什么坏事啊。再说有钱了才能留得住青山，才能不怕没柴烧，才能过下日子，才能熬出头来嘛，卖。
于是美国人居然就这样拿到了本来是瞄准了他的武器，并且转过身来利用它训练出了自己的一套护身符。你说讽刺不讽刺嘛？原本这些经过改装改名为 MA-31的模拟飞行器卖到后来被波音收去，准备至少34台出来。不过由于后来逐渐反应过来的俄罗斯限制了出口，最终只有18台诞生，但18台也就够了啊。美国人的模仿之路呢得以顺利延续，并且看起来它是不会停下的，因为如今不是又有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开始对着它了吗？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太阳日冕层温度高达数十万摄氏度，可即便如此 ，NASA 的帕克太阳探测器却依然穿行期间伸出4根触手，探出一个圣杯，从太阳的眼皮底下薅走羊毛，任性的不要的，它就真的不怕被融化吗？它是怎么做到没有被融化的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首先讲一个比较反常识的知识，那就是高温并不总是能够把物体加热的。温度和热量本质上呢是2个不同的物理量。温度测量的是粒子运动的剧烈程度，粒子运动的越剧烈呢，温度就越高；粒子运动的越安静，温度则越低，直到绝对0度。而热量测量的是运动粒子所能够传递出来的总的能量的多少。你可以这样来理解。一颗高速粒子和1亿颗运动速度和前者相同的高速粒子，温度是一样的，但是当它们和别的物体发生碰撞时，传递出去的总的能量呢是不一样的啊。前者只能传递出1份，而后者呢能够传递出1亿份，所以得到的热量就是前者的1亿倍。在太空当中粒子可能以极快的速度来移动，所以温度可能高达数千度。但是太空真的太空嘛，粒子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于是就无法传递太多的能量出去，对物体的实际加热效果呢，其实是很有限的。这种情况呢，正好就是帕克太阳探测器在它飞过的日冕层里面所遇到的了。那里太阳虽然以极高的温度向外抛射粒子，但是这些粒子的密度却很低，实际打在帕克身上的也就更少了。较少的相互作用就带来了较小的热量传递，小到能够让帕克足以撑过与太阳的亲密接触了。这有点像是把手放进温度200度的烤箱和温度100度的开水里面的区别。前者你接触的是空气分子，后者你接触的是密度要大得多的水分子。虽然温度低了1半，但显然能够撑的时间却更短了。好了，那这么说起来，是不是谁都可以肆无忌惮地跑到日冕层里面去撒野呢？当然不是啊，即便这里的加热效果再差，但是到达个上千摄氏度还是很轻松的。为了承受这样的热量特殊的隔热措施依然必不可少。你看帕克头顶上那块光滑的圆角矩形大板子，就是它的隔热罩了。剩下几乎所有的仪器设备呢，都完全躲在了它的阴影里面。由于使用了一种先进的碳复合材料，这块直径2.4米、厚115毫米的板子，前后2面可谓是冰火两重天啊！冲着太阳的那一面可以被加热到大约1400摄氏度，所以除了表面的碳板以外呢，还覆盖上了一层非常薄的，既能反光又能散热的陶瓷涂层了。实际上呢，它们不是一层，也并不光滑，而是好多层多孔粗糙的颗粒状涂层了。为什么要多孔还要粗糙呢？反光的时候不该是平滑连续的才好吗？的确通常是这样的。但考虑到帕克所面临的极端温度，光滑涂层在这里会像玻璃窗户被石头击中那样容易碎掉。而使用多孔材料时，即便裂纹出现，也会在碰到孔隙时被阻断，使涂层的完整性得以保护。另外，交错排列的几层也能让光线在幸运地穿过第一层孔隙后，极大概率被后面一层兜着，无法再继续的深入了。于是来到了隔热罩的背面，温度就只有30摄氏度了。作为正常电器的工作温度而言，可以说是相当舒适啊！而且在帕克身上还分布了好几个非常敏感的温度传感器，一旦姿势不对，漏掉了一点阳光下来，那些探测器呢就会马上知晓，随即启动自控发动机，把自己的头顶重新对准太阳，是一点罪都舍不得让身后的小伙伴们承受啊！可是有些小伙伴是天生就没有享福的命的，比如这个专门用来测量太阳风里面的离子和电子流量以及流动角度的，叫做法拉第杯的仪器了。
既然它就是用来兜住太阳粒子的，自然就只能伸出去才能兜得到嘛。这个很好理解啊，所以扛热量的事儿呢，就只能靠它自己了。好在啊，这个设备足够简单，本质上就是一个带电的网而已，所以只要用够耐热的材料来打造它就可以了。结果杯子本身用的是一种耐热达到了2300摄氏度的钼合金制成的，而里面探测粒子的带电网格呢，则用的是连激光都不好加工的钨。好了，还有没有漏掉的？有的啊。既然它要带电，就得要给它供电啊，供电就得靠电线，但是电线，塑料皮里面裹个铜芯，不早就化了吗？所以这个设备里面呢，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个东西啦，电缆。你猜科学家最终用了啥？蓝宝石。他们用蓝宝石水晶管来作为电线的绝缘层，而电线本身也换成了极其耐热的泥合金。另外，这伸出隔热罩的4根天线也是用泥合金制成的，它们的目的是测量太阳的磁场。还有一个不那么舒适的设备就是太阳能板了。它需要为整个探测器供电，但是帕克所能够接收到的太阳能随着位置的不同是很不一样的。它围绕着太阳以一个较为狭长的椭圆轨道运行，在远离太阳的那端呢，它需要将2个太阳能板完全伸出，才能够产生足够的电能。而到了靠近太阳的那一端，为了避免被烧掉，它的绝大部分都会缩在隔热罩的阴影里面，只留下尖端的一点点面积就可以了。但是啊，即便只留了这么一点在外面，也需要良好的散热才行。用什么散热呢？你又很难相信啊，科学家竟然用的是水。对了，大约3.7升的水。因为虽然存在着大量的化学制冷剂，但是帕克号电池板暴露的温度范围区间之广呢，也只有水能够 hold 得住了。它在加压后能在0到125摄氏度之间始终保持液态，于是就能够源源不断地将太阳能板的热量带出去，在这里位于隔热罩下方的2片巨大散热片上辐射到太空当中去了。就这样，在一个人类从来不曾想象过的如此近的地方，帕克摸到了太阳，也把全新的数据呢不断地传回地球，让我们的认知向外延展。好了，这个呢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这是一块内存条，上面是内存芯片，芯片里面是数以亿计的晶体管，由光刻机在半导体硅晶片上加工而成。用3个字来形容就是高精尖。同样，载人登月，人类科技水平的天花板也能够匹配高精尖吧？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阿波罗飞船上面的内存条是按照织毛衣的工艺生产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一件毛衣。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就让我们详细的来了解一下这件不可思议的毛衣。当然，它的正确全称应该叫做铁阳体磁芯存储器。由一系列的导线和类似于甜甜圈的铁芯组成，作为早期电脑里面的 RAM 和 ROM， 也就是随机内存和只读内存，在阿波罗的飞行控制电脑里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把很多个磁芯以45度角斜着排成间隔相当的阵列后，用水平和垂直的导线从中间穿过去，让每一个磁芯正好落在每一个交叉点上。磁芯用来储存信息，交叉点用来记录位置，非常像是一个快递柜。只不过这个磁芯快递柜的每一个柜子，也就是磁芯里面只能装1个比特的信息，要么是0，要么是1，就像这样。计算机在读取之后就能够执行指定的操作了。但你肯定想问啊，怎么把0或者1存到磁芯当中，又是怎么把存到其中的0和1读取出来的呢？首先我们会用到电磁感应。在穿过磁芯的导线里面通电之后，磁芯就会产生感应磁场了，并且磁场的方向由电流的方向决定。这个呢，我们可以用右手的安培定则来判断。假设磁芯当中的磁场方向顺时针旋转时，代表它记录的是1的话，那么反过来，磁场方向逆时针旋转时，它储存的就是0了。0和1之间的切换呢，可以由电流的方向决定，不过还要再加上电流强度。它叫做磁滞现象，只有当导线里面的电流强度达到了一定的阈值之后，原本感应磁场的方向才会发生改变。我们假设这个阈值是1的话，那么只在一根导线里面通上0.5的电量是不会对原本的磁场方向产生任何影响的。这就是为什么要用水平和垂直2根导线来穿过磁芯了。每根导线里面只有0.5份的电量，单独一条流过没有任何作用，只有在2根通电的导线都穿过的那个磁芯上改变才能够发生。
当计算机需要读取储存在某个位置的信息时，它会向那个坐标位置的 x 和 y 导线送去电流。比方说 x3 和 y2，虽然整条 x3和 y2 导线上的磁芯都会有电流经过，但是只有 x3、y2 这一个位置上面的磁芯被2条通电的导线同时穿过，所以电流的强度才能够达到可以翻转它的阈值。但翻不翻取决于它原来的状态。假如它储存的信息就是0，也就是磁场方向原本就是逆时针的话，它恰好就跟电流产生的磁场方向是一致的，所以磁场根本就不会发生翻转。而如果它原本储存的是1，也就是磁场方向是顺时针的话，那么就跟感应出来的新的逆时针的磁场方向相反了，于是翻转产生。同时很重要的一点一个相应的脉冲信号也就产生了出来。这就是磁芯储存器里面贯穿所有磁芯的第3根导线的作用了，它叫做感应线，记录下这个脉冲信号并告诉计算机。所以对计算机而言，如果在 x3、y2 位置没有收到脉冲信号，那么这里就存着0；如果收到了脉冲信号，这里就存着1。终于绕了这么一大圈，计算机读取到了它想要的数据。如果你还没有被绕晕的话，应该也了解了这一部分的内容，它叫做读取周期。后面接着写入周期，它要么是写入新的数据，要么就是将旧的数据放回去。写入新的数据我可以理解，但为什么非要把旧的数据再放回去呢？难道它就像是图书馆书架上面的书一样，只有一本取走就消失了吗？还真是的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读取数据的过程。尽管计算机读到了1，但却是将储存着1的这个磁芯翻转成0之后读出来的。所以你可以想见当计算机把整个磁芯存储器里面的数据读取完一遍之后，所有的磁芯都变成了0。这便是它非常有特色的破坏式读取方式了，可谓是真月后即焚呐。所以为了再次读取，就必须要马上把数据还回去才行。怎么做呢？很简单，直接将 x、y 2根导线里面的电流方向反向就好了，0马上就翻成1了。等等，不对那些原本就该是0的磁芯该怎么办呢？它们也会被一起翻到1岂不全错了？这就来到了第4根导线了，它叫做抑制线，会在反向 x、y 电流流过原本储存着0的磁芯时，释放出电流来进行综合，从而消除 x、y 导线带来的影响，使该磁芯继续停留在0的状态。当然，有些储存器里面呢是看不到这第4根导线的，因为它跟第3根，也就是感应线合并在一起了。好了，这就是那个把人类送上了月球的飞行器里面装着的 RAM 存储器了。它里面一共有917504个小小的铁环，被分成2个独立的系统，靠大量心灵手巧的女工像织毛衣那样编到一起，叹为观止又难以想象。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